哇，美股2个指数又创了历史新高 ，ChatGPT 的 CEO 最近又出来讲话，现在是智能时代 ，The Intelligent Age 的到来。而最新的 ChatGPT O1 智商已经是超越了人类的平均水平，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新高。可是为什么还有很多人都在抱怨 AI 是骗人的？根本就是一个世纪的大泡沫 ，AI 这么厉害，指数都在创历史的新高，为什么我买的股票，什么 NVIDIA 啊、SMCI 啊，它都不怎么涨，都是在亏钱呢？AI 肯定是在骗人的，这个泡沫肯定马上要爆破了。所以今天这个影片非常重要，无论你是买了 NVIDIA、SMCI 还是美光科技之类的 AI 的股票，还是你买对了其他的股票，现在赚到盆满钵满。看完今天这个影片，我也相信你也会得到价值。我会从基本面和技术面上2个层次和角度，深入的去分析股市和 AI 现在的状况和未来的情况，到底有什么机会，我们又一定要注意什么呢？大家一定要记得留到最后哦。那首先第一点，为什么指数在创历史的新高，但之前强势的 NVIDIA、SMCI、美光科技这些 AI 的股票都不怎么涨，甚至有些人在高位买入，害了那些人现在还在输钱呢？其实这边也是涉及到一个资金轮动、技术革命受惠板块轮动的概念。从基本分析去看 ，NVIDIA 的暴涨，奇葩早在2022年年初的时候已经有提前的预测到。当时候 NVIDIA 还没有拆股，它的股价只有200多块。因为一个技术革命的诞生，最开始受惠的板块呢，必然是一些硬件的部分。无论是1782年的蒸汽纺织技术革命 James Watt and Company， 还是1860年的铁路时代 United States Steel Corporation， 永远收益赚钱的第一波也是硬件的板块。以前也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所以 NVIDIA、SMCI 这些卖产值的硬件供应商可以受惠，其实也是可以预测得到的。因为那些企业它需要购买大量的零件来制造 AI 的数据中心，比如芯片、冷却系统等等。所以相关的硬件股票也在过去涨了很多，例如 NVIDIA、台积电、BRT 等等。那之后到了第2波受惠的股票，也就是软件和芯片以外所需要的资源。我们在之前也有提前的告诉大家，大家还有印象吗？还是说大家没有看那条影片呢？当时候我们说到，缺完芯片之后就会缺电，而当时候马斯克也是能够提前预测得到有现在的这样情况。因为大家要明白，资金是不会一直停留在某一个板块里面的，在不同的时段，市场上面的资金也是会自然的流到不同的主题板块上面。根据技术革命受惠板块轮动的逻辑，自然而然的我们也可以预测到软件、电力等等行业的上涨。那么接下来我们马上结合技术分析，和大家拆解一下 AI 的技术革命第1波浪潮受惠的股票。第一只股票呢是 NVIDIA， 在2023年的8月24号，其实是已经出现了一个波幅收窄的形态，接着在2024年的1月8号正式的突破。我们用技术分析去看，是可以完全的捕捉得到的。在我最新的技术分析课程里面也有详细的讲解，当时候的 GMP 同学也是能够把握得到的。接着我们来看第2只股票 SMCI， 在2023年12月29号的时候，当时候我们在 GMP 做了一个研究，我用大额张口法这个技术分析的工具，帮助我看到它的移动平均线正在冰河。所以当时候我跟同学说，大家必须重点的关注，随时准备有爆炸的信号出现。结果就是这个股价随后的走势涨了好几倍。这就是其中2只股票透过技术分析去捕捉和分析到 AI 第1波浪潮中受惠的股票。那接着我们又是怎么样透过技术分析可以看到第1波的浪潮正在逐渐的进入到第2波浪潮当中呢？那我们退回到2024年的6月21号，当时候我观察到很多半导体的股票都是出现了阴阳烛的穿头破脚的信号，在高位的时候出现了这个信号，也就代表着很大的概率会有一个转折点，股价大概率会见顶。再加上当时候我结合大势的情况去看，市宽是很差的，资金也是从过去的强势股当中撤离，所以这个时候我如果拥有基本分析的思维，再配合技术分析去洞察大户资金的流动，便能够让我低买高估，很安心的去享受这波的声浪。那么我又是怎么样看到资金是流到软件这些第2波 AI 浪潮当中受惠的股票呢？在2024年的7月26号，当时候我看到 ServiceNow 这一只股票，它是在周线图正式突破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同时期 NVIDIA 和 SMCI 这些 AI 硬件股票的走势，我们拿它跟 ServiceNow 作为一个对比，一个是往上的，一个是往下的。那这边简单
单介绍一下 ServiceNow， 它其实是一家提供数字化工作流程产品的公司，去帮助企业做数位转型和 IT 服务的一家公司。那目前呢，美国福布斯500强当中的公司有超过85%的企业都在使用 ServiceNow 的产品。简单来说，它就是第二波 AI 浪潮当中的软件股。那接着还有我们之前提到的 AI 电力需求方面，在上个星期五，美国的一家核电厂 CEG 也宣布，它将会重启三里岛核电厂，并且呢，也跟微软签署了一份长达20年的电力购买协议。那从这一单新闻，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建造数据中心和支援人工智能的时候，对电力的需求是有多么的庞大。在那一天 ，CEG 的股价也是上涨了超过20%，其他相关的电力公司也有一个很强劲的增长。所以我们就能通过技术分析，可以知道资金已经是流动到 AI 第二波的浪潮受惠的股票上面。那接着回到 AI 是不是泡沫这个问题上面，金融大鳄索罗斯他有讲过，其实股票市场当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处在泡沫当中的，所以重点并不是说这是不是一个泡沫，而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跟随着这个泡沫在当中获利，并且在最后泡沫爆破的时候能够及时的离场。那确实市场上面的投资者他也是跟我们一样有这个疑虑，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市场上面的投资者在做决定的时候也是会很精挑细选，他们是想看到一家公司是能够真真实实的应用 AI 来赚钱，而并非言过一时。那这边我马上举2个例子给大家。第一个例子呢是 UiPath。这家公司呢，它曾经是受很多人吹捧，包括木头姐 Cathy Wood， 她的基金也有买入这家公司。但随后我们可以看到 UiPath 它是增长放缓，并且是下调了它的增长预期，也是接连的亏损。投资者也是大笔的撤走了资金，因为他们看不到 UiPath 它有足够的实力，只是一个概念，而未必能够真实的应用 AI 来赚钱。那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 Palantir。我们可以看到 Palantir 呢，它也是一家 AI 的应用企业，并且它有非常强劲的基本面和一个增长，并且在过去2年能够做到转亏为盈。市场呢也是能够看到这家公司的潜力的，并且也是能够看到这家公司它是能够真实的利用 AI 来实行盈利，所以 Palantir 的股价也在过去确实涨了不少。那我自己也在过去一直也有研究 Palantir， 并且也在最近透过技术分析买入了 Palantir。所以要在股票市场上面生存并且赚钱的秘籍，就是我们要知道大户资金的流动，他们去哪儿我们就跟着他去哪儿，要不然我们就会成为市场当中后知后觉被割的一位韭菜。所以为了希望大家能够在股票市场当中一起赚钱，我把我过去10年的投资经验总结成一套技术分析课程，有兴趣的话可以点击下面的资讯栏的连接。另外大家也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哦，因为之后我们会讲到这一次美国降息2码到底是不是经济真的出现了问题，还有美国总统大选之前我们到底可以怎么样提前部署去捕捉机会呢？大家觉得今天这条影片有价值的话，请记得点赞分享，也可以留言给我们，你们有什么有感兴趣的话题，那我们下个影片见。